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。有人呢说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寺庙，又有人说这其实是一个高级的私人会所。但不管它是什么，却废弃在了这个茂密的山林之间，而且里面还有着某种独特的一些东西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呢？我们就一块儿去一探究竟。今天天气还蛮不错的，你看周围非常的安静，鸟语花香的。那这个寺庙又或者说是叫会馆吧，从资料来看呢，它修建于上世纪大约是80年代左右吧，就在这个山林之间。那修建以后呢，其实里面还蛮独特的是，它有能乐堂，还有日式的庭院和一些娱乐室棋牌室。不过开了没多久以后呢，就杳无音信了。然后在发现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废弃在了这个山林之间。我们离它应该越来越近了。从地图来看呢，它的规模应该还是蛮大的。你周围的这些树木其实并不是砍断的，而是它腐朽了以后然后把它锯掉以后就堆落在旁边，就防止树木呢从山上滚落下来。我想我已经找到这个神奇的建筑了。外观来看是不是特别的气派？不过我感觉看上去的确有一点像寺庙的那种感觉。你看它的这些立柱竟然全部都是用树木搭建而成。哇哦，整个建筑就是直接架在这个树木的上面。这显然是自然与这种建筑呢融合为了一体。很难再找到第二个类似这样的一种建筑了。而它的这个木门上面，你看还有这种雕花，而这边呢，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图案。我感觉这个上面有可能是一个佛祖的背景，但是现在佛祖呢，显然是被抠掉了。而这底下呢，是一个像窗户一样的造型，这个拉手也是都没了。旁边这些粗大的树木都已经腐朽了，这应该是它的大门。哇，这门是虚掩着的。来，这就是它的中庭了。里面现在已经是杂草丛生了。你看，这是它的大门的后面，这一面看上去呢，就显得要普通很多，并没有太多的一些装饰了，就是一些木板。上面还有一些窗户，然后贴上了一些漂亮的色纸。走，继续看一下。这庭院里面呢，现在完全是杂草丛生，根本看不到里面。但是从杂草林呢，能隐约看到这附近有一些建筑，它就隐藏在杂草林之间。
你看这里有一个冰箱，就倒在这个杂草林之间。我们从那边去看一下。周围是竹林，这应该是那种日式的庭园吧。你地上这里还有石头，标准的日式建筑。这是一个玄关吧？哇！这应该是个鞋柜。你地上这里有一双红色的人字拖，这是木屐吧？哦，对，木屐。鞋柜里面还有一些女士的鞋。哇！木质的地板，你看这边，我感觉啊，像是应该起过火灾吧，有被烧灼过的痕迹。洗手间里面有洗衣机，底下这里是洗手台。地上有很多的草席。这里面啊，应该就是日本传统文化当中著名的能乐堂了。以前常常都在视频或说是图片里面呢会看到，没想到第一次看到啊，竟然是在这种废弃的建筑里面。而在周围呢，处处啊都会有一些金色的锡箔纸呢，把它贴在这个墙上面。哇，真是彰显了这种奢侈与气派。上面还有龙的这种剪纸，感觉像一个包间一样，这里。对，豪华的包间。这个能乐堂啊，你看它四周的立柱呢，全部都是由这种粗大的树桩啊搭建而成，非常的粗大。修建在这种房子里面啊，给我的感觉呢，有点那种屋中屋一样的这种造型效果。最上面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面具，就架在那个横梁上面，不知道是不是辟邪用的。大家可能会心中有一个疑问啊，这种能乐堂它修来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其实说简单一点啊，就是一种演出的剧场。而这些演出啊，除了音乐以外呢，有些还是有情节的故事啊，或歌舞伎，表现的都是日本传统的文化，应该是希望啊，用这种方式呢，去继承和振兴日本传统民间文化与艺术的东西吧。这就是舞台的中央了。
连上面的吊顶，还有周围的这些装饰。背景呢，就是一棵松树。那这个松树啊，它与以往我看到的那个能乐堂呢，还不太一样。因为过去看到的那些松树啊，它周围有一些腊梅，而这个松树更简约一些，周围还镶嵌了金边，颜色啊非常的鲜艳。这么长的时间了，仍然啊保持着这么漂亮的颜色。这里有一块布，应该是过去啊，那表演者他们在下面换衣服啊，或者说休息的地方。后台，这是后台。好，对，后台很专业的一个名词啊。这是一个音响，不过现在都已经被挖空完了。看旁边还有竹子了，特别的漂亮。这里还有一些盒子，你帮我拿着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哎，你看这个盒子啊，它打不开，看上去这里有一个裂缝，以为是可以打开，但其实呢，它是一体成型的。不行，打不开。这个盒子里面是空的。没有地方可以打开。不过从这种实木的做工来看啊，的确非常的结实。从以往啊这个能乐堂它的票价来看的话，首先要来看演出的话，必须还要提前预定，而学生的票价大概是2000日元左右，普通的成人的票价是3000日元。如果要看2场演出的话，一起的价格是5000日元左右吧。哎，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。对，它比较的亲民价格。去那边看一下。地上这些榻榻米都已经坍塌了。哇，注意脚下！你看，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？老式的抽屉，帮我拿一下。空的，但你看它这里有这种滑动的，像玻璃一样的，哎，这种抽屉，是不是还挺有趣的？就像是一个那种窗户一样。做工挺精细的。很有趣的一个抽屉啊。有点不太好使了，都是空的。堆放了乱七八糟的一些杂物。夏普的冰箱。这边还有一幅油画。哎，对啊，哇哦，好大的一幅油画！哦，这是一幅风景画。那底下这里这辆车啊，是一辆大众的甲壳虫汽车，是不是有点像阿笠博士的那个汽车？是有点像。这应该是一个厨房，加热的马桶、空调，还有厨房的一些设施。这边是一些调味料。
好多的酒杯。这边就出去了，你在外面，风特别的大。外面现在像一个森林公园一样。这像森林公园吗？看一下。在过去可能是一个林间小路之类的吧。下面这里可能以前是一个水池，看周围现在已经干枯了。哇哦，这是一个水井吧？你看，乱七八糟的里面是一口水井。走进去。这边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布了。你说在过去，这地方有没有窗户，或者说是有没有门？肯定有，肯定是这种玻璃的，要不然地上怎么那么多碎玻璃？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纸门吧。如果没有门的话，那这里面，哇，风这么大。你看在地上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个像是一个马鞍吧？马鞍，对，这有可能是那个演出的一个道具吧。不过从这个做工来看啊，价格应该不菲，因为全部都是人工这种缝制的，那上面很精细的做工。这块木门上面还有绘画，你看这一幅绘画，它底下是一个完整的，但上面呢却只有几根稻草。这个是没画完吧？有可能没画完，但也有可能呢，就是这种设计吧。那还挺独特的。对，走过去看一下。靠近窗户的这一面啊，那地上基本上都已经腐烂完了。这边还有另外的一幅绘画。这进门的地方，连这一面的木窗都已经倒塌了，外面就是这样的一番景象。那个日式庭园都已经看不到了。不过你看这边的这个红地毯啊，还挺有那种仪式感的。这里面会不会是客房啊？有可能。有些衣服，还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杂物吧。
都是一些杂物。哇哦，你看这个长廊是不是特别像那种标准的日式的枯山庭院的感觉？又是巨大的这个树，上面还有一个蜻蜓。你看这边，这边是另外一个厨房。不过你看，它里面的这些农具啊，还有里面的器具，是不是有点像是那种古代一样的造型？就像是金溪生活馆里面曾经看到的那些东西。上面复杂的这些横梁。木桶盛饭的地方。打不开。下面这里应该就出去了，去看一下。哇哦，这是一个杂物间吧？里面堆放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。这就出去了。走，上去。这里面应该是大家曾经坐在这里围着烤火，然后一块吃东西、聊聊天。旁边这里还有佐料。你看，那地方有一个像宝箱一样的东西，哇，特别的巨大。红色的，你帮我拿着一下，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藏着什么宝贝。这么大的一个箱子，里面竟然是空的，特别的古老啊，这个箱子。还挺有造型感的。这应该是供奉的什么神吧？天照黄大神宫，不知道供奉的是哪一位神仙。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被褥啊、枕头之类的。木盒。上面上还有一匹小马。哦，这里还有一匹陶瓷的小马。你看这房间里面很宽敞。这里还有另外的一个像神龛一样的东西，里面是空的。不过你看上面的这些精美的造型啊，仿木式的斗拱，
是不是挺精美的？感觉这里面以前应该是一个寺庙吧？有点像那种感觉，都是镶金的，有点寺庙一样的那种感觉啊。随处都能看到这种木梁。另外一个日式的房间，你看，是不是很宽敞？这边就可以看出去了，看外面的风光。窗户没了，一望无际的树林。哎，这边是什么地方？哇，打不开呀！稍等。哇哦，这里面怎么感觉像是一个鬼屋一样呢？特别的黑。稍等，我得从这里进去一下，这蛮窄的。我试一下。蜷缩着，哇，进来。哇，你看这里面腐烂的不行啊！那边是一个床吗？遮蔽着的，而且你看这些窗框都已经堆在了旁边。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地上感觉随时都会塌掉啊！纸灯。这里已经都塌陷了。这是一个床吗？哦，不是床啊，是这种纸墙一样的东西遮住的，像是那种床。这里不太好过去了，地上都已经塌陷了，都可以看到底下。先过去。哇！你看这上面，这么大的一个房间，我感觉有点像是大家一块儿啊，都睡在这个里面。哗啦的抽屉，里面是空的。这房屋的老板啊，他一定是特别的喜欢这种树木。大家以前可能就在这里啊，躺着睡觉吧，一个大通间。你看，这床单啊，还有毯子，全部都堆在这里的。那有可能大家当年呢，就在这里睡大通铺吧。这就是刚才看到那恐怖的房间的另外一边呢。越是靠近窗户的地方啊，你看，越是这样的一番景象，还是挺潮湿的。在外面，已经都没有路了。
上面有点像是一个庭园，你还有很多枯藤。那地方是一个石灯笼，我过去看一眼，你稍等我一下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哇，有点滑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啊，就这个罕见的能乐堂呢，被废弃在了这个山坡之上，才让它变得比较的出名吧。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漂亮的舞台啊，还有这些日式的房间、日式的吊灯，包括日式的这些过道啊，处处都能彰显那种气派与豪华。不过呢，在这里啊，还是能看得到很多传统日式民俗的那种文化，保存的呢还算是比较的不错吧。在这里啊，可真是过足了眼瘾，仿佛一下呢就能把人啊带回到那个江户时代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看这个能乐堂啊，它修建起来的目的呢，主要是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看公演啊、看演出、看传统的民俗文化。而这个修建在山林间的能乐堂啊，由于交通非常的不方便，所以即便啊有人愿意来这里看演出，但又因为它不太方便，所以常常又有多少人愿意来到这里呢？所以这就说回我们开始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啊，这个不可思议的能乐堂，它为何会修建在这一片森林之间呢？不知道啊，这真是让人啊摸不清头绪。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这是小思。对，我们现在呢在日本长野县的星光会所，那我们的旅行呢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注意安全。哎，走这边。